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续约乐华娱乐，一纸合同如何左右一家上市公司的命运？王一博续约乐华娱乐的消息，以一种近乎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了中国娱乐资本市场长达数月的焦虑。2025年3月27日，乐华娱乐正式公告确认与这位顶流艺人续签独家管理合同，悬在无数投资者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的。消息传出的当天，乐华娱乐的盘中跌幅迅速收窄，市场以一种敏锐而直接的方式对这份合同的分量给出了判断。对许多局外人而言，一个艺人是否续约不过是娱乐圈的花边新闻，但对于乐华娱乐的投资者和分析师来说，王一博的去留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谈判，而是直接关乎这家公司的财务基本盘与市场估值逻辑。过去几年，财报数据一再揭示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王一博一个人为乐华娱乐贡献了超过60%的整体收益。这不是一家公司依赖一位明星，而是一位明星撑起了整家公司的商业版图。正是这一结构性风险，让王一博续约问题在资本市场发酵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情绪博弈。自2023年起，关于王一博合约将于2026年10月到期，尚未续约的传言开始在投资者社群中蔓延扩散，不断放大的市场担忧逐渐转化为真实的股价压力。根据多家分析机构的追踪数据，彼时乐华娱乐的股价已累计下跌近20%。讽刺的是，这家公司旗下经营着数十位艺人，却被部分市场人士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一个标签，道尽了娱乐公司单一艺人依赖的深层困境。类似的逻辑在行业内并不陌生。2018年，鹿晗与袁东甲分道扬镳之后，在港上市的汇融娱乐一周之内市值蒸发了 15%。更早之前，韩国 EXO 核心成员相继离开 SM 娱乐，一度导致这家业内标杆公司季度净利润出现大幅滑坡，被业界称为流量抽血效应。这些案例一再印证，在当代娱乐经济的运作模式下，顶级艺人不仅是内容生产者，更是公司账面价值的核心锚点。艺人的去留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一家公司的市场地位。此番王一博续约，表面上是一次合同的延续，内里却悄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细心的观察者注意到，王一博在续约消息公布的同时，将微博账号名称由原来附带 UNIQ 团体标志的格式改为了王一博 Able。 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在业内人士眼中颇具象征意味。去掉团体标志，意味着他正在加速向独立个人品牌的方向迁移，这与他近年在影视圈、广告代言领域全面开花的布局高度吻合。更值得关注的是合同本身的结构创新。有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续签的合作框架与过去纯粹的经纪代理模式已有所不同，双方在版税分成、IP 开发与授权等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协商。这种更具弹性的合约机制，折射出顶流艺人在议价空间与资源分配上日益增长的主导权。事实上，行业内已有先例可循。2022年，TFBOYS 成员王俊凯与时代峰峻续约时，便率先引入了更灵活的版权共有与自主经济权模式。此举在业内引发了广泛讨论，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谈判范本。艺人与公司之间的权力天平正在悄然倾斜。然而，续约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资深市场观察者指出，一纸合同能够平息短期的市场焦虑，却难以从根本上消解乐华娱乐的结构性隐患。艺人依赖程度过高，是一把双刃剑。在艺人势头强劲的时候，
它能为公司带来超额回报，但一旦市场风向发生变化，或一人与公司之间的分歧扩大，企业的经营压力便会在瞬间急剧放大。流量经济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再高的粉丝粘性也抵不过一次舆论风暴或一场行业整体性降温。乐华娱乐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在王一博时代之外谋划自己的长期生存路径，才是更核心的问题。市场上也有另一种声音，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参照系。年初，时代峰峻因易烊千玺选择独立运营而一度陷入外界对其业绩断崖的担忧，但该公司随后通过发力偶像练习生培育项目和多元内容布局，在较短时间内稳住了基本盘，向市场证明了即便失去头部艺人，成熟的经纪公司仍有能力完成自我迭代。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是否具备造星能力与内容多元化的底层逻辑，而非单纯依赖某一艺人的光环，才是娱乐公司穿越周期的真正护城河。从这个角度审视，此次续约对乐华娱乐而言，与其说是终点，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在王一博合约有效的这段时间内，公司能否借助它带来的资源与流量，推动艺人矩阵的扩充与多元化，培育下一代能够独立支撑票房和商业价值的艺人，才是决定公司长期命运的关键变量。毕竟，依赖单一明星支撑整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在娱乐产业的历史上从未真正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王一博留下了乐华娱乐的故事继续，但续约合同能够拖住的，只是当下这一刻的市值和信心。至于这家公司能否真正走出王一博概念股的叙事困局，在下一个商业周期讲出一个更有韧性的成长故事，市场的眼睛仍在等待答案。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